这是一部让人只听前奏就潸然泪下的爱情电影。音乐诗人李健反复看了17遍，只为写出配得上他的歌词。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，依然被无数人奉为爱情片的天花板。那是一个放暑假的盛夏，朱喜来到乡下的爷爷家游玩，远处的俊和正和好友在小溪摸鱼，眼前的女孩漂亮的让人挪不开眼。俊和忍不住向朱喜挥手打招呼，没想到朱喜竟礼貌的回应。俊和在牛粪里捉到甲虫，引起了朱喜的注意。作为富家千金的他对一切充满好奇，他想让俊和带自己去河对岸的鬼屋探险。俊和受宠若惊，连连点头。第二天，俊和穿着洁白的衬衫，早早在河边等候。他们互相介绍着对方。原来朱喜害怕严厉的爷爷不同意，所以才找俊和一同前往。可划了半天，小船仍在原地打转。俊和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划船。好在最终他们安全到达了河对岸。两人被鬼屋里的流浪汉吓得慌忙逃窜。他们开心的大声呼叫，彼此的距离也迅速拉近。准备回去时，天空却下起了暴雨，小船也被吹到了河中央。两人只好在田野间奔跑，找地方躲雨。泥泞的道路让朱喜不小心扭伤了脚。俊和背起他来到一处瓜棚避雨，他拧干自己的衬衫给朱喜擦拭雨水，还去田里摘来西瓜给他解渴。微风吹动着朱喜的秀发，雨后彩虹下是两个年轻人的怦然心动。俊和背着朱喜走在满是繁星的田间，伴随着欢声笑语，他们来到一座木桥边。俊和卷起裤脚，为朱喜捉来一只萤火虫，荧光闪闪，两人的爱情也在彼此的心中萌芽。这时爷爷带着村民找了过来。分别时，朱喜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俊和，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能再见。爷爷派人把朱喜背了回去，然后给了俊和狠狠一巴掌。因为淋雨，朱喜生了一场大病，随后被送回了城里。本以为两人会就此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中，可上天再次眷顾了他们。很快到了开学的日子，俊和带着朱喜送的项链回到学校，好友泰秀让他帮忙给自己的未婚妻写信。原来父母给泰秀定下了一门婚事，他想约对方见面，却不知怎么开口。当俊和看清照片后，彻底愣住了，竟然是自己日思夜盼的朱喜。是啊，他们才是别人眼中的门当户对。俊和小心翼翼隐藏自己的爱意，以他人的名义诉说着对朱喜的思念。很快泰秀就收到朱喜的回信，邀请他去看自己的演出。泰秀拉着俊和一起来到剧院，朱喜刚一出场，俊和就不自觉地站了起来。或许是许久未见太过想念，又或许是希望他能注意到自己。好不容易等到演出结束，俊和手捧鲜花准备上前，可巨大的身份差异让他望而却步。近在咫尺的两人此刻仿佛相隔千里。俊和失落地坐在椅子上，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跑来。俊和欣喜若狂，他跑上前去，两人眼中都是对彼此的思念。简单的几句寒暄过后，朱喜说自己再不走就要被父亲发现了。临走时不忘转身告诉俊和，그 반딧불이 지금도 잘 있어요. 저처럼 건강해요.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，却让俊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不久后，他们在舞会上再次相遇，朱喜这才知道俊和竟是未婚夫最好的朋友。两人假装陌生，刻意回避，他们用唇语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。舞会结束，泰秀把朱喜送到家，或许是没能和俊和单独相处，朱喜有些失落。就在他准备按下门铃时，身后的路灯开始忽明忽暗，转身一看，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俊和。朱喜兴奋地跑下台阶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。不久，泰秀找到朱喜，虽然他们是家族联姻，但泰秀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了朱喜。笨拙的他向朱喜表明了心意。주희씨좋아합니다。泰秀的表白让朱喜有些不知所措，背负着对泰秀的愧疚，两个人都有些不自在。朱喜不想伤害无辜的泰秀，于是向俊和提出了分手。俊和每晚都会在楼下不停地按路灯，可朱喜只是流泪看着，却没有下楼。俊和冒着大雨，一次次在朱喜的校门口等待，他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可换来的却是更加绝情的话语。朱喜甩开俊和的手，转身离开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走了回来，两人无助地靠在一起哭泣。为了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俊和找到泰秀坦白了一切。他希望泰秀揍自己一顿，可泰秀却显得十分冷静。原来他早就知道两人的关系，因为朱喜送给俊和的项链，正是爸爸很久以前送给朱喜的订婚礼物。在面对好兄弟和喜欢的女孩时，泰秀选择了成全他们，默默退出。他让俊和继续以自己的名义给朱喜写信，这样就不会被双方的父母发现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随着一封信被泰秀爸爸发现，三人的秘密也被公之于众。泰秀想要解释，却遭到父亲一顿毒打，两个家族的联姻却被他拱手让人。也许是内心压抑了太多的委屈，泰秀竟然选择了上吊自杀。好在被俊和及时发现，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泰秀，两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俊和知道他们的感情不会得到家人的认可，为了不让爱人左右为难，让好兄弟陷入痛苦，
他留下朱喜送给自己的项链便消失了。很快战争爆发，俊和选择了参军保卫家园。朱喜得知后来到车站，他在窗外拼命拍打着。看着哭成泪人的朱喜，俊和狠下心转过头，他怕自己会后悔，怕自己会忍不住落泪。他想让朱喜忘掉自己，重新开始。朱喜跟随着火车拼命奔跑，俊和再也忍不住朝朱喜跑去。面对生死未卜的战场，这或许是他们今生最后一次相见。朱喜摘下项链，再次交到俊和手上，两人挥手告别，一如初见时那个夏日的午后。残酷的战场远超俊和的想象，即使再危险，他也时刻保护着朱喜送给自己的项链。这天他发现项链不见了，于是冒着枪林弹雨又冲了回去。好在俊和成功找到了项链，可在返回途中，一枚炮弹落在他的身旁，俊和受伤倒在血泊之中，可他依旧紧紧握着那条项链。数年之后，战争结束，俊和退伍归来，朱喜早早在饭店等候，犹如多年前等待他的俊和。俊和缓缓走到朱喜面前， 안 변했어. 지금도 옛날처럼. 많이 늙었어. 看到眼前平安归来的俊和，朱喜的泪水不停在眼眶打转。俊和说自己已经结婚了。 결혼 안 했어? 朱喜听后满脸失落，没想到多年的等待竟是这样的结果。为了缓解气氛，俊和将话题转移到隔壁桌上的钢琴摆件。他说自己家里有个一模一样的，每当看到这个钢琴娃娃，就会想起那年舞台上表演的朱喜。朱喜跟随他的目光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放在那里的钢琴娃娃被一个小孩拿走了。看到俊和自顾自地说着，朱喜忍不住伸手在他眼前试探。原来俊和当初被导弹炸伤，双目失明。为了不让朱喜看出来，他昨晚就来到饭店提前排练，一遍又一遍地记下这里物件的摆放。朱喜终于明白俊和如此决绝的原因。他问俊和自己看起来怎么样？俊和说你很健康，但我想看见你更快乐的样子。 지금 울고 있어. 눈물 안 보여? 朱喜质问他为何要隐瞒自己失明的事实。俊和像个撒谎被发现的孩子，慌乱地起身想要离开，可没走几步就被椅子绊倒。朱喜走上前，轻轻将他扶起。俊和拿出象征两人爱情的项链还给朱喜，朱喜却再一次帮他戴上。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，总是让人心碎。后来朱喜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泰秀，婚纱照里，朱喜眼含热泪，也许泪水正是为俊和而流。多年后，朱喜带着女儿来到那条河边游玩，这时身后有人叫住了他，原来是俊和曾经的战友，他们手里抱着的正是俊和的骨灰。俊和在临终前希望把骨灰撒入和朱喜相遇的河中。战友还告诉朱喜，其实俊和是在你出嫁后才结婚的，那可怜的家伙还生了一个儿子。朱喜听完早已泣不成声。婚后不久，俊和就郁郁而终。战友把两人的信件交给朱喜，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得以保存下去。20年后，朱喜的女儿长大成人，朱喜也已经离开人世。女儿翻看着妈妈的信件，感动的同时，她也面临着和妈妈相同的处境。子熙和闺蜜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可闺蜜比较主动，她让子熙帮自己给尚明写情书。子熙如同当年的俊和，把自己的情感以好友的名义全都写了出来。尚明被打动了，可三人的关系却十分微妙。子熙总感觉尚明有意无意地看向自己，可他不敢确定尚明的心意。直到这天，两人同时在大树下避雨。听说子熙赶时间去图书馆，尚明便脱下外套为他挡雨。两人一路小跑来到图书馆。后来从便利店姐姐口中得知，其实那天尚明是带了伞的。可当他看到没带伞的子熙后，便故意将伞留下，制造和子熙偶遇的机会。知道真相的子熙非常开心，他拿着那把伞找到尚明。 우산이 있는데 왜 비를 그렇게 흠뻑 맞았어? 비를 맞는 사람 우리 저 하나뿐이에요. 尚明向子熙表明心意，两个互相喜欢的人终于走在了一起。子熙带尚明来到乡下的河边，他讲述着妈妈年轻时的爱情故事。可听完故事的尚明却泪流不止。在子熙疑惑的目光中，尚明取下脖子上的项链，正是当初朱喜送给俊和的那条。原来尚明竟是俊和的儿子。岁月流转，上一辈的遗憾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圆满。晚上，他们来到父母曾经捉萤火虫的桥上，尚明卷起裤脚，为子熙捉来一只萤火虫，荧光闪闪，仿若当年两代人相似的经历，既是缘分，也是天意。假如爱真有天意，那缘分终究会跨越时空来到身边，让我们在沉静的时间里，用心却体会爱的平实和伟大，去寻找那久违的感动。